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避震器的保养。那在讲避震器的保养之前，必须先跟各位聊一下，就是因为避震器也属于是它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悬吊系统。那悬吊系统它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独立悬吊，一个就是非独立悬吊。那独立悬吊顾名思义就是它一边在做动的时候，它并不会去影响到另外一边。那可能会有朋友讲说啊，防倾杆不是就是靠利用另外一边去抑制另外一边的侧倾吗？然后这个是因为防倾杆它是属于悬吊系统的一环是没有错，但是它主要是要抑制，它并不是去联动。以悬吊系统来说，它本身没有那种固定的连接的元件，那个就要另当别论。那非独立悬吊的话，就有点像轿车后面后轮的配置很多都是要像拖曳臂。像拖曳臂它那种就属于非独立悬吊，顾名思义就是它一边在做动的时候，它一定会去影响到另外一边。它有点类似防倾杆的作用，但是怎么说？毕竟防倾杆它的设计跟拖曳臂本身那一根横梁的设计还是有点差别在，所以这个并不能混为一谈。那以非独立悬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卡车。大卡车的前轮，如果你们趴下去车底看的话，你会看到下面有一只很粗的梁，它会连接两边两个轮子，那个就是非独立悬吊。那以悬吊系统在独立悬吊系统下，还能细分就是麦花臣式，像我这型车，它前轮就是属于麦花臣式。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以操控著名的双 AB 啊。那我在这边我会放2张图片，一张是麦花臣式的，那麦花臣式的悬吊系统，它的特征是它以避震器这根轴心为转动点。那好处是它的相关零件少，然后重量轻，维修方便。那 A 杯系统的好处就是它的操控比较精准，那坏处就是可能零件多。A 杯它并不是以避震器的轴心为悬吊的旋转点，而是靠那一只 AB 它的那个前端，它那个合上头那边延伸下去的那个那个怎么讲？那个应该也是叫哈姆对，以那个为轴心做转动点。那 A 杯的缺点就是零件多，重量也比较重，所以在目前车厂的成本管控上，多半都是以市售车一般车辆都是以麦花臣为主流。那以超跑的话，都是以 A 杯或者双 A 杯，甚至有横置避震器的 A 杯，就是它的避震器本体是横置的，那个就是属于以操控为主的悬吊系统，那个可能一般人会比较少碰到，所以今天还是以麦花臣式为原则，我们来做悬吊系统的保养。其实不管是 A 杯还是麦花臣式，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上半部一定会跟车身做连接，
当然超跑那个横置的那个就另当别论。就是以一般车来讲，它的避震器上半部，它的上座一定是锁在避震塔，属于车体的一部分。那以麦花臣氏来讲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上座，它是属于它里面有滚珠式轴承，因为麦花臣氏它是以避震器轴心为旋转点，所以它的避震器会跟着旋转，所以它的那个避震器芯的锁点那边必须要有一个轴承供它旋转。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避震器的保养呢？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去忽略到这里面的清洁保养，因为就像刚刚讲的，麦花臣氏它是以避震器的轴心做旋转支点，也就是说它的避震器会跟着我们的转向做旋转。那如果里面的滚珠轴承可能生锈了，或者卡到细小的异物的话，它会去影响到你转动时候的顺畅感。尤其像我们这型车，多数人都认为它的转方向盘的手感都偏重，我是觉得还好啦。那所以说，以麦花臣氏来讲的话，一定要去注意它里面这边的清洁保养。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先拿风枪朝着这里面稍微的喷一下，稍微的吹它，把里面的异物啊、脏东西尽量吹干净以后，然后先拿液态的润滑剂，就是喷射式的润滑剂去喷里面，尽量把那些没有办法吹出来的脏污啊、细小的东西把它冲洗掉，然后冲洗完以后，再拿风枪再吹一遍。吹完以后，这个时候就要拿这一种喷雾式的黄油、喷射式的黄油，因为液态的它是比较属于液体，它流失的速度会比较快。那以黄油的话，它喷出来有点类似浓稠状，它的附着力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先用风枪吹过，然后又用液态的润滑剂冲洗过以后，应该脏东西会比较少。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黄油，有没有看到？它会起泡，然后等泡消除以后，它会比较呈现一种浓稠状，有点像半固态，它就去填住那些缝，不要如果有脏东西掉进去，它会卡在黄油的上层，比较不会往下。然后如果是像我这种改装避震器的话，尤其是这种可调的，像这边我们这种可以抽起来。如果你也是改这种的话，要记得这边，因为这个调整孔它可以旋转，所以这边也要记得做清洁。然后当清洁完毕以后，稍微喷一点。因为我碰过很多朋友，他们的可调式避震器到了最后，这个芯几乎都卡死，等于就是坏掉了。因为那个你要靠因为那个调整的东西很细，如果卡得太严重，你又硬转的话，因为它是一只小的铁管吧，小的金属管，很薄。如果你硬转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变形，甚至是转断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平常就要多注意它的保养、清洁保养。然后像我这边也是一样，要做同样的动作。其实我常常在我的影片里面有跟各位聊到，有没有人看？它现在就有一点这种浓稠状。主要喷这个是要避免它这边生锈卡死。当然，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转动一下，确定它的顺畅，然后记得要转回原位，要不然你要再重新调整一遍。好，这个就比较属于是麦花臣式避震器的清洁保养。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麦花臣式还是 A 背，它的上座这边就是跟车体连接的这部位，因为我有换下面这个橘色的，它是那种改装的上座强化套件。那这个四周，其实有在看我影片朋友，应该有听我讲过，我宁愿我的车子稍微油脏脏的，我也不要它生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故意用手这样画了一道，我上面的油很多，我宁愿我故意这样子，我也不要它生锈。那像这个边边的这个缝隙。其实这个用液体的就可以了，但是我的液体喷完了，所以我就是稍微拿黄油喷一下。那像 A 背的话，一样 ，A 背也是有一个上座 ，A 背是悬吊一样有个上座，那它的结合面跟车体的结合面一样，也要记得用液态喷射式的下去做润滑、做防锈的预防。那如果可以的话，像这个悬吊的手避震器的螺丝，都可以稍微的喷一下。尤其最近一直在下雨，这个就很麻烦。像我今天会想到要拍这一片，就是这一阵子一直下雨，下到真的是很烦。然后我又想到我车子比较少开，所以今天就是拍这一片跟各位分享。那这个就比较属于悬吊系统上半部的保养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下半部了。那在下半部，其实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车避震塔都会油的，那个不是漏油。那个是我故意喷的，因为从上面喷，它会慢慢的往下流。我就是不希望我的避震塔出现生锈的状况。然后以避震器本体来讲的话，弹簧，然后这个弹簧间隙，还有因为我有改避震器，我的是可以调整车高的，像这个都要喷液态的。喷一体式的润滑剂，喷到这个缝里面，缝啊、螺牙这些都要喷。那以防尘套来说的话，其实防尘套，除非真的有那些工具跟有那个时间，要自己换防尘套真的非常麻烦。所以以防尘套的这个塑胶来讲的话，平时就可以喷一点。
所谓的矽胶保护剂或者是橡胶复活剂，那个可以，据说那个可以恢复橡胶的柔软度，跟延长橡胶的寿命，避免橡胶硬化破裂。那麦花臣式的话，下部因为它是固定式的，所以，这里面有瓜牛，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躲一只瓜牛？我再把它抓出来。那因为麦花臣式的，它在下部是属于固定的，那就是要注意这个锁点，不要让它生锈。你看，我都有定期在喷，还是生锈了。其实这，除了滚珠上座以外，其他的润滑我都是建议喷液态的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双 A 倍的话，会比较麻烦。双 A 倍的话，因为它碟盘的后方，它是有一个，它这个它是一整个面，碟盘后方它是一整个面，它是靠那个下面一个球头去固定住。然后 A 倍的话，它以喜美为例，它这边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俗称的 A 倍，然后中间这边会有一个支杆，那个叫什么名称我忘记了。这边也是有个和尚头，就是这个负责会转动的地方，它那个地方也要记得做润滑。然后基本上就是看要喷液态的润滑剂，因为那个和尚头外面也是有橡胶套，也是可以喷所谓的橡胶保护剂，那个都可以。就是记得悬吊系统会动的地方都要下去喷一下，就像在那个行经盐水区的保养那一片里面，我有聊到，那个都要记得做。那后轮的话，基本上后轮可能就像后轮的部分，可能就跟我刚刚讲的，在行经盐水区底盘必须做的清洁保养那一篇里面讲到的，后轮大概都是那样子的，但是比较后轮上座的清洁就比较，后轮上座的保养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一般来说，后轮的悬吊，如果是4门车的话，可能把行李箱打开。我们假设这个是后轮好了，我们把行李箱打开，那两边都会有那种，一个那个算什么？有的是硬的，有的是软的。软的就有点像塑胶，然后外面有一层类似绒布，那个只要搬开就可以了。如果是那种硬的塑胶壳的话，那就要用拆卸的方式。有的塑胶壳的话，它在避震上座那边会有个盖子，把那个盖子拔掉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后轮的清洁保养会比较简单，是因为后轮的避震上座它并不会作动，它不会动，它主要保养就是要保护那个
缓冲橡胶，维持它的柔软性，跟防锈。基本上后轮的保养就有点类似 A 背，其实，后轮的上座就跟 A 背的上座很类似，它可能就2颗螺丝、3颗螺丝都有可能，但是中间因为它不负责转向，所以它只有那个缓冲橡胶。只要记得缓冲橡胶跟锁上座的4周，你要做润滑、防锈，然后缓冲橡胶喷点那个橡胶保护剂啊，或者细质润滑剂都可以，就是维持它的柔软性，这样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话就是会动的关节都记得喷。那如果有发现有稍微在生锈的，也是液态的润滑剂喷一喷，防锈。大概以悬吊系统的保养，大概就这样子了。当然，如果方便的话，把车子顶起来，人钻下去，或者把轮子拆掉都可以。做比较细部的清洁润滑，这个是最好。那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聊转向系统的保养跟检查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真的那个车要顶起来再拆轮胎，然后我这边最近一直下雨，只要一下雨，这边地上都淹水，你看地上都是树叶，都湿湿的。然后现在刚刚一直雷声大作，然后乌云也开始变多了。好啦，那今天的这个悬吊系统的保养与清洁，就介绍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